其实啊，这对中国更好，减轻了中国的防疫的压力。你想拜登要来，那还不得带数百人、上千人的随从人员呢？见个教皇都带89辆车，这些人又不能给他们进行14天的防疫隔离，这对我们中国的防疫压力太大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我们说一说拜登酝酿新的反华伎俩，但是这一回中国网友却表示很高兴。美国在外交上善于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每一次中美会晤之后美国转头就会搞一波新的反华花招。3月份中美在安克雷奇举行高层会谈之后，美国回头就和欧盟联动搞了对华制裁，导致中欧投资协定的搁浅。这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刚刚结束，美国媒体就放风拜登政府可能对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对于抵制北京冬奥会美国政府之前一直不表明态度，直到18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由于国会施压或中国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正在考虑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这是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表态，表明拜登政府可能采取罕见的手段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在美国的带动下，一直对抵制北京冬奥会态度不怎么积极的英国也马上表态，正在考虑外交抵制的问题。最近又有消息传来说，五眼联盟正在商讨联手抵制北京冬奥会。看来随着冬奥会的临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已经把北京冬奥会当成了反华的新战场，他们正在竭尽全力的想把2022年的冬奥会搞成新冷战的一次剪彩。美国这些西方国家的逻辑是，北京冬奥会将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力量、展示抗疫成就的舞台，说白了就是给中国在全世界面前露脸的机会。这样的好事他们即便不能把它搅黄了，也不能给中国来捧场。正如美国的反华政客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所说的，不要去中国，这将给中国政府带来荣誉。他们认为中国人好面子，办冬奥会这样的世界盛会，要是没有西方政要的捧场，中国人就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他们认为这是羞辱中国的最好手段。在打压中国方面，贸易战、科技战、人权牌、台湾牌，能用的他们都用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要么被中国看过去了，要么引火烧身，自己也没有落个好，所以只能想出抵制冬奥会这样的伎俩。但是这次美国的算盘又打错了。这些年中国社会的大国心理已经成熟了很多，早已不以西方对我们的态度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尺了。说实话，过去中国社会的确比较在意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的看法，很在意与西方相处的融洽的氛围，很看重西方对我们的认同。那时的中国综合国力还比较弱许多人还习惯于仰视西方现在不同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我们已经被认为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了。我们自己也慢慢开始从仰视变成平视美国了。我们对自己更加自信，不再在意西方是否喜欢我们了。再者，这2年西方社会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失败，在处理社会矛盾方面的低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是我们与西方打交道的心理场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句话，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来不来给中国捧场，中国人已经不那么在乎了。其实中国的很多老百姓，我相信跟我一样，不但不在乎美国是否会给北京冬奥会捧场，反而对拜登说要外交抵制冬奥会求之不得。很多网友就说，希望拜登总统说到做到希望拜登信守承诺。原因很简单，美国和欧洲的疫情一直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美国每天新增几万例，欧洲也迎来了新一轮的疫情的高峰。中国的老百姓还真担心他们把病毒带到中国来呢。最后要补充一点，美国等国说的外交抵制，并不是说不派运动员参加冬奥会了，运动员还是要来参赛的，只是这些国家不派高级官员来了，比如拜登是不会来的，英国可能就派驻华大使参加一下。其实这对中国更好，减轻了中国的防疫的压力。你想拜登要来，那还不得带数百人、上千人的随从人员呢？见个教皇都带89辆车，这些人又不能给他们进行14天的防疫隔离，这对我们中国的防疫压力太大了。所以
我在这里也说一句，拜登你也别犹豫了，你就外交抵制吧，说到做到，我们这边还能松快很多。